好，就该来一顿美美的野餐。可惜了，狗子没有这个福分了。你以为是谁把旁白的工作扔给我的？那么事不宜迟，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手艺了。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要吃面包 ？No， 面包在我眼里只是原材料而已，直接吃也太浪费了吧！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吧 ？MC 呀是有法式面包的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意唔意外？開唔開心啊？名字好奇怪，不够酸。这个面包看起来是不是比正常的面包长了很多？拿在手里就好像一把剑一样。我们再把它和普通的面包对比一下，哦，果然长了很多。这个面包是可以吃3次的哦，比起那些只能吃1次的食物，是不是要棒太多了？对于挖矿的人而言，还能大大的节省了背包的空间，这样就可以带更多的钻石回去啦。拉倒吧，说的好像你能带7组钻石回去似的。那多出来的背包空间明明是拿来塞原石的。哎呀，这种事情不要说出来呀，非洲玩家会伤心的。气得我当场吃起了面包，每一口法棍加的饥饿度和面包是一样的。那么接下来野餐的第2种美食是奶酪哦，虽然我是没有吃过啦，但是想来味道应该会比干巴巴的法棍要好很多。那么先让我们从牛牛那边借一桶牛奶过来。这牛怎么没有奶啊？真没有，咋了？因为我做牛排吃。让开，这里果然还是应该让正规的牛奶来。这只怎么也没奶啊？二货，你开的创造能挤出奶才有鬼了。虽然中间的过程有点曲折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得到了牛奶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啊。有关系吗？那么为了奖励你，就把另一头牛给你做个伴吧。其实是忘了把刷怪蛋放回去。奶酪的做法就非常简单了，只需要把牛奶放进炉子里加热一下就行了。那么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我们让饥饿条稍稍的掉一下吧。那么奶酪就这样做好了。给大家科普一下小知识，奶酪不能直接吃，而是要把它变成奶酪干才能吃。让我们把它放在地上晾一下。OK， 这就做好了。最后只需要把奶酪干放在工作台，切成片，又好吃又营养的奶酪片就做好了。一块奶酪片加的饥饿值和南瓜派是一样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在下次野餐时给小伙伴们露一手了呢？但是千万别着急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步没有做，奶酪加上面包，夹心面包就这样做好了。不但看起来让人食欲大增，吃起来也是非常美味的哦。不过可惜吃上一个就饱了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点关注，可乐请你喝可乐呀。